老板，考生的前途可是大事儿，咱们赶紧开门把笔借给他吧。不能开门，绝对不能开！上辈子被苏晴曼妈妈用刀砍伤的痛楚还残留在身上。老板，外面的可是考生，好像是忘记带笔，想找我们借笔，咱们一直关着门也不好吧？借笔，果然是苏晴曼，不能开门，这笔我更不会借给他。不就是2块钱一支的笔吗？我替这女孩子出了。今天放你1天假，你现在就走吧，走后门。门口那女孩不是什么好人，你注意一点。我可不如某人冷血，连考生都敢耽误。叔叔阿姨，能不能求求你们让里面的阿姨开开门？我只是想找她借一支笔去考试而已，但是阿姨连门都不开。开门啊！再不开就喊房东来开锁。考试铃声远远响过，我从后门回到餐厅，店里桌椅板凳东倒西歪，抽屉中笔不见了，却无端多了2块钱。苏晴曼，这辈子你和你妈要付出作恶多端的代价。阿姨，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只是个可怜的考生，你为什么要借给我一支写不出来的笔？你不能因为我比你女儿成绩好，你就这么害我呀？这餐厅老板太恶毒了，竟然害人家一辈子。是啊，估计是想多害一个人。就这种人还能开店，把他店砸了！我借笔给你，你还不承认这就是你的笔？没错，阿姨，这笔就是从你柜台上拿的，你可不能不认账。还有不少阿姨和叔叔都看到了。是啊，舒云，你这餐馆里一直都有这支笔。对对对，我是亲眼看着这个学生从你柜台上拿走笔的，你再耍赖就过分了。你再说一遍，你真的把这只打火机带去了考场？行啊，既然你承认了，那你说，我女儿被你耽误的考研考试怎么办？这可是语文，满分150分，我女儿最少能考149分，1分10万，你得给我女儿赔偿1490万，而且你还要给我女儿跪下来磕头道歉，然后去我女儿学校当众承认，你就是故意借给我女儿坏的笔。上辈子他也是这么狮子大开口，被我各种求情，才勉强149万达成协议，害得我只能卖掉餐厅去送外卖。而我女儿也觉得我恶毒，和我断绝了关系。1490万，行啊。不过，我还有一件事要先和你们算算账。想不认账？我告诉你，你已经答应了1490万，这么多人都看着，1分都不能少。阿姨，你就是不想赔偿是不是？但我已经开了直播，你再耍赖，网友们可不买账啊！必须赔偿，他故意害人家考试不顺利，就是害人家一辈子。丧良心的人，我们一起去冲了他的店。挺好的，还不用我造势。我们的账当然是你闯进我餐厅偷走我的私人财产的账，你们的笔可不是我借给你们的，是你们趁我不在偷走的。我已经报警了，让警察来评评理，到底谁欠谁的。哎呦，我女儿命真苦，被人害了啊！就一支笔，这也能算偷？就因为这个老板害我考不上研，我这辈子就完了，我干脆死了算了。舒云老板，算了吧，他们娘俩也不容易。就是，人家拿你一支笔怎么了？斤斤计较。为了2块钱的笔还要报警，也真不害臊。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算是只拿了我餐厅的1张纸，那偷？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读书人的事情能算偷吗？我女儿是考生，急着去考试借支笔，不过是举手之劳。你倒好，不仅不开门，还倒打一耙说我们偷。再说了，我女儿心地善良，知道你做生意不容易，还特意留了2块钱在这儿叫偷吗？这叫买，是你自己不识好歹，故意拿一支坏笔坑人，现在还想反过来污蔑我们母女。
警察叔叔，你们别听他的，我和他女儿是同班同学，他肯定是怕我比他女儿考得好，抢了升学名额，就故意借了一支坏笔给我，想毁了我的一辈子。我没有借给他笔，这笔是他趁我不在破门而入偷走的，根本不是我借的。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偷？警察同志，你看，这是我女儿留的笔钱，哪有小偷偷东西还留钱的？我们这是光明正大的借，是他故意耍赖逃避责任。警察同志，我想问问，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擅自拿走主人的东西，不管有没有留钱，是不是都属于盗窃行为？警察同志，我餐厅里装了隐蔽监控，今天所有的经过，监控里都拍得一清二楚，我可以调给你们看。什么？有监控？不是的，警察叔叔，我没有破门而入，我是和他约好了的，他答应借笔给我，让我自己去柜台上拿的。好啊，那你说说，我们什么时候约好的？在哪里约的？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约好了？老板，你就别再狡辩了，做个人吧。人家母女俩多可怜，考研这么大的事儿就缺一支笔，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早上亲眼看到你柜台上有好多好笔，你却故意都拿走，只留下一支烂笔，不就是想害人家吗？原来真是这样，太恶毒了！为了自己女儿，竟然害别人，良心被狗吃了！这种人不配开餐厅，赶紧把他的店砸了，免得再害其他人。没想到我好心提醒老王，老王却反过来帮着这对恶母女污蔑我。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故意借坏笔给苏秦墨，想害她的考研考试？我看着女儿眼里的怀疑和委屈，心里像被刀割一样苦。刘芝兰，这还能有假吗？我今天拿着你妈给我的笔进了考场，不管我怎么写，试卷上都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交了白卷啊！都是因为你妈，她嫉妒我成绩和你差不多，就故意害我。她太恶毒了，你肯定也和她一样恶毒。母女俩都不是好东西，赶紧滚出这里，别污染我们的地方，砸了她的店，给这个小姑娘讨个公道。芷兰啊，你妈这次的确太过分了，不过她也是为了你才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妈，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再也不想认你这个妈了。苏芷兰，你别过来！够了，都给我闭嘴！苏晴曼，你告诉我，你今天真的把这支鲨鱼笔带去考场了？没错，就是这支笔。我在考场上拼命写，写了半天，试卷上连一个墨迹都没有，都是因为你故意给我一支坏笔，毁了我的考试，毁了我的考研考试。你再说一遍，你真的把这支鲨鱼笔带去了考场？这不是笔，这是打火机！妈，这竟然是个打火机！我的天，竟然是打火机！我还以为真是支笔呢，怪不得长得奇形怪状的，原来是个打火机伪装的。太会藏了吧？不对呀，这女孩子说用这支笔去考场写字，可这是打火机，怎么写字？这不是撒谎吗？
苏晴曼，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你是怎么把这个打火机带进考研考场的？然后，又是怎么用这个根本写不出字的打火机，在试卷上写字的？不可能，艾苏晴曼，你根本不可能把这个打火机带进考研考场。你们都知道考研的安检有多严格，智能安检门加人工金属探测器，连一点点金属都带不进去，更何况是一个完整的打火机，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没错，这位小姑娘说的对，我就是考研考点的安检员。今天早上我就在考场门口负责安检，我们对易燃物爆物品、金属物品查得极其严格，打火机属于明文禁止的违禁品，别说带进去了，就算是藏在衣服鞋子里，也一定会被查出来。所以只有一种可能，这个女孩子在撒谎。对，肯定是撒谎了，太过分了！装可怜借笔，其实是想讹钱，还狮子大开口要1490万，最后污蔑人家老板，真是人心险恶。哼，这对母女哪里来的脸，竟然敢做出这种臭不要脸的事情！柳芝兰，你懂个屁！你没本事把这个带进考场，不代表我女儿也没本事。我女儿就是有能力把这打火机带进考场，你嫉妒也没用。妈，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真的没想到苏母竟然这么蠢，警察还就在旁边，苏母竟然敢当众说出这种话，简直是自投罗网。苏晴曼，你妈妈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把这个打火机带进考研考场了？没有，我没有，警察叔叔，我真的没有带进去，我带不进去的。警察同志，我女儿当然带进去了。你看看这个淑云多歹毒啊，竟然故意给我女儿留了一个打火机，伪装成笔的样子，害得我女儿以为是笔，所以在考场上写不出字，耽误了考研。现在证据确凿，你们快点把她抓起来，判她的罪。你笑什么笑？淑云，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害了我女儿一辈子，你还有脸笑？你良心被狗吃了吗？我笑你蠢，笑你亲手毁了你女儿一辈子。你要不要回头看看你女儿，看看她现在的样子，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把打火机带进了考场？警察叔叔，我没有带进考场，都是我妈乱说的，我真的没带进去。打火机我带不进去啊，安检太严了。你说什么？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我们马上就能定淑云的罪了，你怎么能说这种话？你闭嘴！你别再胡说八道了！如果警察真的相信我带打火机进考场，那我的考研成绩就真的是0分了，我这辈子就真的完了！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你只是为了讹钱。你竟然让我闭嘴！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我是想帮你讨回公道，想让那个女人赔偿我们钱啊！够了！好了，别吵了。你们母女俩跟我们回派出所一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接受调查。警察叔叔，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这一切都是我妈的计谋，是她让我装可怜，让我污蔑淑云阿姨的。那个打火机我根本就没带进考场，我拿到打火机之后就被我妈带走了，我根本就没敢带进考场。你这个白眼狼！我辛辛苦苦为了你，你竟然反过来出卖我，你有没有良心？心里积压了2辈子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终于消散了大半。这才是真相。上辈子我就是送外卖的时候，
偶然在一家小巷子里听到了苏晴曼和苏母的对话，才知道我被苏晴曼母女俩联手算计了。苏晴曼母女俩早就盯上了我，知道我心软，故意在考研当庄可怜借笔，然后用一支坏笔污蔑我，目的就是为了讹钱。对不住。经历了2辈子的磨难，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拿捏的我了。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不相信你，不该说不认你的话，你原谅我好不好？妈不怪你，都过去了，一切都好了。哪有妈妈会怪自己女儿的？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辛苦都在女儿的道歉中烟消云散。这辈子女儿没有被这件事影响，餐厅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被迫关店，相信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老板，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提醒，不该帮着他们污蔑你，我对不起你，我还差点害得你。你走吧，从你选择帮着他们污蔑我的那一刻起，你就不再是我餐厅的员工了。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苏晴曼母女受到了应有的警告，我和女儿也终于摆脱了过去的阴影，可以安安心心地等待考研结束。可我心里清楚，以苏晴曼母女的贪婪和恶毒，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苏晴曼母女绝对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而我也没有准备放过苏晴曼母女。老板，求你开门，求你帮帮我，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已经把你开除了，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你走吧。老板，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只有你能帮我了，求你，求你帮帮我吧。看着他绝望的样子，我心里难免有些触动，想起了上辈子的自己，也是这样走投无路，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滋味，我比谁都清楚。你起来吧，说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老板，那天我从你餐厅后门走了之后，心里一直不舒服，觉得你太冷血，就绕到了前门。看到苏晴曼还在那里敲门，就同情心泛荡，从口袋里拿出一支笔借给了她，还嘱咐她好好考试。可我万万没想到，她竟然反过来咬我一口。今天考试结束后，她就带着她妈找到了我，手里拿着我借给她的那支笔，说那支笔出不了墨，害她考试没写好，还说我在笔上涂了艾滋病病毒，把她的手刺破了，让她感染了艾滋病。他让我赔偿他500万，说如果我不赔偿，就把这件事闹大，让我身败名裂，让我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的，哪里有500万啊？我求他，他也不肯放过我，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来找你，求你帮帮我。听完老王的话，我一点都不意外。苏晴曼母女根本就不在乎别人的死活，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拿到钱。看着老王绝望的样子，我想起了上辈子的自己，想起了自己被苏晴曼母女害得家破人亡的下场。我可以帮你，但你要记住，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以后你做人做事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被人利用。我记住了，我记住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再也不犯傻了。上辈子被苏晴曼母女讹钱的时候，曾经咨询过这位律师。
一定要让苏晴曼母女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些证据足够证明苏晴曼母女故意诽谤、敲诈勒索。让你安心，并且把证据也发给你。让你配合律师处理后续的事情。处理完老王的事情，我并没有停下脚步。上辈子，我送外卖的时候，偶然听到了苏晴曼母女的另一个秘密，不仅要让苏晴曼母女的贪婪和恶毒付出代价，还要维护公平公正，不让这种投机取巧、破坏规则的人逍遥法外。我家的餐厅正对着考研考点的大门，门口的监控角度很好，能够清晰地拍到所有进入考场的考生。我调出了考研第一天的监控录像，一点点仔细查看。果然，在考生进入考场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和苏晴曼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穿着和苏晴曼一样的衣服，走进了考场。但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不是苏晴曼。苏晴曼的左脸颊有一个小小的痣，而那个女孩子的脸颊上没有。紧接着，我又在监控录像里看到了真正的苏晴曼。她在拿到笔之后，并没有进入考场，而是转身就走，全程都没有靠近考场大门一步。我把这些监控片段全部截取下来，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大局枪手替考的事实。我把这些证据全部交给了律师，让律师提交给当地的教育局和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教育局和警方接到证据后，很快就核实了违规的事实。老板，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律师拿着我们提交的证据，找到了苏晴曼母女。他们没办法，只能承认了故意诽谤、敲诈勒索我的事情，不仅撤销了对我的索赔，还向我道歉了。而且，教育局也公布了对苏晴曼的处理结果，终身不得参加考研，取消她所有的考试资格。还有啊，苏晴曼现在名声扫地，到处都有人骂她骗子、投机取巧。她想去打工，连服务员都没人要。听说她走投无路，好像是准备去其他地方谋生了。他妈也因为扰乱考研秩序被判刑了，最少要坐3年牢，真是大快人心啊！听完老王的话，我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心里没有太多的喜悦，只有一种平静。如果苏晴曼母女能够脚踏实地，诚信做人，不去破坏规则，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我考上了，我考上清北了。上辈子，因为苏晴曼母女的污蔑，女儿被流言蜚语影响，考试时心态崩溃。这一世，女儿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老板点菜。我的餐厅名声越来越大，餐厅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看着他为了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准备，我心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上辈子的磨难终于换来了这一世的安稳，谁也别想再夺走我的幸福。而他低头在整理行李箱，一切都是如此的岁月静好。过去的都过去了，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岁月静好的日子过了2个月，芝兰如愿拿到了清北的录取通知书。开学那天，我亲自送她去了北京。看着她拉行李箱走进那所全国最高学校的大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彻底落了地。为了能离女儿近一点，也为了把我的餐饮事业做大，我
我用这2年攒下的积蓄，加上卖掉老家那套旧房子的钱，在清北大学附近盘下了一个2层楼的商铺。因为我做菜实在干净卫生，再加有老家那件事儿带来的网络热度余温，不少在京的大学生和街坊都慕名而来。短短1个月，支云轩的生意就火爆了整个大学城。我以为好日子就会这样平稳地过下去。老板呢？给老子大家看看啊，这黑心餐厅菜里吃出了死老鼠，我大哥吃完现在肠子都快断了。这哪是来吃饭的，这分明是来砸场子的。我重生的这一世，最不怕的就是有人跟我玩这种下三滥的套路。报警，顺便把各个角度的监控都调出来，看看这老鼠到底是锅里煮出来的，还是他们从袖口里掉下来的。报警？你报啊！老子今天倒要看看，在京海这片地界上，谁敢管我们金爷的事儿！竟然是苏晴曼。短短几个月不见，苏晴曼就像变了个人。曾经那个穿着校服、装得楚楚可怜的高中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风尘气、浓妆艳抹的贵妇。干爹，就是这个女人，当初就是她嫉妒我聪明，故意给我下套，害得我连学都没法上，我妈还在牢里吃苦呢。原来就是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娘们儿，欺负我的小宝贝儿啊！老王之前说苏晴曼走投无路准备下海，我还以为是夸张，没想到苏晴曼为了报复我，还真是豁得出去，竟然找了这么个年纪能当他爷爷的暴发户当靠山。苏晴曼，我以为你这辈子只能像过街老鼠一样躲在阴沟里，怎么现在认贼作父，觉得又行了？你闭嘴！你以为你女儿考上清北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今天我就要砸了你的店！不仅如此，我还要让你那个宝贝女儿在清北待不下去！干爹，你答应过我的，要让这个女人给我跪下磕头，还要把她女儿卖到国外去。识相的，现在就给我宝贝闺女跪下磕100个响头，然后把这家店的转让协议签了，否则老子有100种方法让你在这座城市混不下去。如果是上辈子那个懦弱无依的舒云，此刻恐怕早就吓得腿软了，但我不是。干爹，一会儿进去你就让人狠狠砸，出了事儿我顶着。放心，宝贝儿，这片的卫生局我都打点好了，今天就让他这黑店关门大吉。哪来的录音？你们在我的店门口停车，车窗开得那么大，真当我的高精度10音摄像头是摆设吗？你这叫寻衅滋事加上敲诈勒索。而且金老板，你在外面养着这么个能当你孙女的小三儿，你家里那个出了名母老虎的原配夫人知道吗？我在决定把店开在这里之前，早就把周边的地头蛇摸了个门清。这个金爷不过是靠着老婆家发家的软饭男，平时耀武扬威，其实最怕他老婆。干爹，你怕什么？他就是个臭卖饭的，你快让人砸呀！闭嘴！你想害死老子吧？算你狠，咱们走着瞧。舒云，你别得意的太早，金爷不管我，我也能整死你女儿。你等着接你女儿的退学通知书吧。我心里猛地一沉。妈，你快来学校一趟，他们说我偷了舍友的保送名额和贵重物品，警察已经到了。挂断电话，我浑身的血液都直冲头顶。妈，我没有偷东西，我也没有抢他的名额，你要相信我。妈信你，妈当然信你。少在这儿上演母女情深了。警察同志，从他柜子里搜出来的可是我价值30万的定制款宝格丽项链，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刘芝兰妈妈，
这位是芝兰的舍友王梦瑶。今天学校刚公布了一个去国外长春一名校交流的保送名额，全系只有拿到了最高综合学分的人才能去。王梦瑶举报柳芝兰伪造贫困证明和学术履历，骗取了名额，并且还趁她不在偷了她的贵重项链。人赃并获，现在项链就在柳芝兰的抽屉最底层找到了。你说我女儿伪造履历骗取名额，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我女儿是堂堂正正以全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考进来的，她开学以来的每一次小考大考全都是系里第一，她需要伪造什么履历去跟你这种人抢名额？这个柳芝兰同学的成绩确实是无可挑剔的，系里选她也是看中她的硬实力。但王梦瑶同学坚持认为是柳芝兰因为嫉妒她家境好才偷了项链。我没偷，我今天一上午都在我妈的餐厅帮忙，中午才刚回宿舍，连柜子都没打开过。谁知道你是不是提前藏好的？反正东西是在你柜子里搜出来的。你一个开破饭馆的单亲家庭，见过30万的项链吗？30万的项链，我经历过苏晴曼母女为了区区一支笔讹我1490万的无耻，这种拙劣的栽赃手段，在我眼里简直像3岁小孩过家家。既然这位王同学口口声声说是我女儿偷的，我申请立刻对那条项链进行指纹鉴定。如果我女儿真的拿过，上面一定会有她的指纹。她肯定是戴着手套偷的，这年头谁做贼还不防着点指纹啊？哦，是吗？那戴着手套，总不能连监控也一起抹掉吧？我们宿舍里根本没有监控，走廊监控这2天刚好坏了，你少在这炸我。学校的监控是坏了，但我这个当妈的，因为以前被人狠狠栽赃陷害过一次，落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所以芝兰开学的时候，我特意送了她一个带着隐藏式摄像头的智能小台灯，就放在她的书桌上。王同学，30万的盗窃罪，3年起步，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你不仅栽赃陷害，还报假警。你猜猜，你这辈子还能不能从清北毕业？你还要不要去国外交流了？不关我的事，真的不关我的事啊！警察叔叔，不是我要陷害他的，是有人给我钱让我这么干的。谁？是一个叫苏晴曼的女人，她今天早上突然加我好友，给我转了5万块钱。她说只要我把项链塞进柳芝兰的抽屉里，再举报她偷东西和伪造履历，把她赶出清北，那剩下的10万块钱也会打给我。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我不想坐牢啊。果然是这条毒蛇。苏晴曼，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王梦瑶，你涉嫌诬告陷害和报假警，跟我们走一趟吧。你的行为极其恶劣，严重败坏了校风，学校会立刻对你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一场危机不仅瞬间化解，还让栽赃者自食恶果。妈，又是苏晴曼，她为什么就是阴魂不散？别怕，芝兰，你只管安心读书。这是他最后一次嚣张了。既然苏晴曼敢在网上买凶陷害，甚至还和那个金爷混在一起搞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我就新仇旧恨一起算。喂，张律师，麻烦你帮我实名，向京汉市扫黑除恶办以及税务局递交2份材料，一份关于苏晴曼涉嫌买凶诬告，另一份我要把那个金爷的底裤都扒出来。没想到张律师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快，不过短短3天时间，厚厚一叠关于金爷的调查资料就摆在了我餐厅后院的办公桌上。舒女士，您猜的没错，
这位所谓的金爷，本名金大强，早年就是个在农贸市场收保护费的混混，后来倒插门娶了京海市建材大户的女儿赵红梅，这才借着老丈人的势力洗白，开了几家 KTV 和洗浴中心。我翻看着那些资料，账目造假、透税漏税，甚至还涉及逼迫女生陪酒和催收，每一桩每一件都触目惊心。他也就是表面风光，其实名下的核心资产全在他老婆赵红梅手里。赵红梅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打蛇打7寸，既然苏晴曼觉得找了个有钱的干爹就能踩在我头上，那我就先断了他干爹的粮草。张律师，这份关于偷税漏税和涉黑的证据，你立刻实名递交给市公安局扫黑办和税务局。至于这一份，找个靠谱的同城闪送，匿名送到赵红梅的娘家别墅去，记得一定要在她全家人都在吃晚饭的时候送进去。舒女士，您这招釜底抽薪真是绝了。虽然没能成功让柳芝兰被开除，但苏晴曼手里有金爷给的钱和房子，苏晴曼依然觉得高人一等。干爹，你什么时候再帮我去教训那个开餐厅的女人嘛？她不仅没倒霉，反而生意更好了，气死我了！闭嘴！老子最近厂子里被查得严，风声紧得很，你少给我惹事儿！老婆，你怎么来了？就是你这个小狐狸精，让我老公花了老娘1000多万，还在这儿买了套房。这位姐姐，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跟金爷只是清白的干爹和干女儿的关系，我没有。你也配叫我姐姐？跟我玩阴的是吧？清白的干女儿，老娘在商场上砍人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干爹，你救救我啊！干爹！你这不要脸的人，是你勾引我的！老婆，你听我解释，都是这个人使了狐媚手段，我一时糊涂啊。那房子我是写了他的名字，我明天就让他过户回来。苏晴曼终于意识到，苏晴曼引以为傲的所谓靠山，在真正的资本和原配面前，脆弱的连个屁都不如。金大强，你真以为把房子要回来就算了？警察不许动！金大强，我们接到10名举报。你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以及巨额透税漏税，证据确凿，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完了，全完了。赵红梅虽然面色铁青，但并没有阻拦。赵红梅太清楚金大强背地里干的那些脏事，现在被抓，赵红梅只想赶紧划清界限。苏晴曼，你涉嫌买凶诬告陷害清北大学学生柳芝兰，并涉嫌参与金大强非法资产的转移与挥霍，现在依法传唤你回警局接受调查。是舒云，
是属于那个女人，对不对？是她报的警啊！我不去警局，我妈还在牢里，我不能进去，我不能进去！你们抓错人了，我是受害者啊！曾经，苏秦曼想靠着一支坏笔讹诈我1490万，毁了我女儿的人生。后来，苏秦曼想靠着出卖自己换取权势，再次将我们踩在脚下。陆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朱女士，都搞定了。金大强数罪并罚，下半辈子基本要在里面踩缝纫机了。苏晴曼因为买凶诬告，加上包庇和转移赃款，没个3、5年也出不来。等她出来，这社会早就没她的容身之地了。辛苦了，张律师。改天来店里，我亲自下厨请你吃饭。苏晴曼的闹剧彻底画上了句号。但我知道，属于我和芝兰的精彩人生，才刚在北京这座城市拉开序幕。没有了苏晴曼这条毒蛇在暗中窥伺，我和芝兰的生活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晴空。芝云轩因为用料扎实、味道好，再加上之前那波反黑除恶的新闻带来了一定的社会关注度，生意彻底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就把隔壁的2间商铺也盘了下来，打通后重新装修，规模扩大了整整3倍。从以前那个起早贪黑的苍蝇馆子老板娘，真正蜕变成了运筹帷幄的餐饮女老板。而芝兰也没有让我失望，那场诬陷风波不仅没有击垮芝兰，反而让芝兰更加坚定了要靠实力证明自己的决心。期末的时候，芝兰以全系断层第1的专业成绩，拿下了那个常绿藤名校的交流保送名额。当芝兰把盖着鲜红公章的公派交流确认书递到我手里时，眼眶红扑扑的。妈，我做到了，我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也没有让那些想看我们笑话的人得逞。好孩子，妈为你骄傲。上辈子，芝兰因为我的懦弱和苏晴曼的污蔑，考研失利，只能找一个临时工的工作，最后甚至觉得我恶毒，跟我断绝了母女关系。而这辈子，柳芝兰站在了全国最高学府的顶端，即将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命运的齿轮彻底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芝兰出国交流的那一年，在京海市的几个繁华商圈接连开了3家分店，甚至还专门设立了针对贫困大学生的爱心勤工俭学岗位，不仅赚得了丰厚的利润，还收获了极高的社会口碑，甚至连京海市本地的电视台做了一期题为《从低谷到巅峰：一位单亲母亲的坚韧创业录》。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3年过去了。这3年里，我偶尔也会从张律师那里或者老家旧街坊的口中听到关于那对母女的零星消息。苏晴曼因为买凶诬告、参与非法洗钱和敲诈勒索，数罪并罚，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苏晴曼引以为傲的美貌和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在冰冷的铁窗里一文不值。而最戏剧性的，莫过于苏晴曼他妈出狱那天。3年前，苏晴曼妈妈因为破坏考试规则、扰乱考研秩序和敲诈勒索被判了3年。据老家的街坊说，那天苏晴曼她妈妈穿着3年前那套早就过时的衣服，步履蹒跚地走出监狱大门。苏晴曼他妈本以为，就算自己坐了牢，可苏晴曼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儿，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苏晴曼他妈在监狱门口等了1整天，连个鬼影子都没等来。后来，苏母身无分文地讨饭走回了老家，却发现老家的房子早就因为苏晴曼挥霍被法院追缴赃款给强制拍卖了。走投无路的苏母跑到当地的派出所去撒泼打滚，要求警察帮苏母找女儿，给苏母养老。别找了，你女儿苏晴曼因为涉黑和经济犯罪，现在正在京海市女子监狱服刑呢，还有2年才能出来。你要是想见她，自己买张火车票去探监吧。不可能，我的晴曼怎么会坐牢？怎么会？听说那天
苏母看清判决书上的字后，两眼一闭，当场就在派出所大厅里晕倒了。醒来后，苏母整个人就疯疯癫癫的了，每天在老家的天桥底下捡垃圾，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我女儿是学霸，我女儿要考清北的，要赔我1490万。”听到这个结局，我内心没有一丝波澜。善恶到头终有报，上辈子苏晴曼母女俩踩着我的尸骨和芝兰的前程吸血，这辈子苏晴曼母女俩终于在自己亲手编织的谎言和贪婪中，迎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今天是芝兰大学本科毕业的日子，芝兰褪去了大一时的青涩与胆怯，如今的芝兰眼神明亮，谈吐优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光芒。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上，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母亲，是她用最坚韧的肩膀为我扛起了所有的风雨，是她用最勇敢的反击教会了我面对恶势力绝对不能退缩。妈，谢谢您，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柳芝兰。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上辈子那个倒在血泊中的自己，那个被全网网暴、绝望无助的单亲妈妈。那场噩梦，终于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夏日里彻底烟消云散了。妈，我毕业了，而且我拿到了本校硕博连端的保送资格，导师还是国内顶尖的院士。好，好，妈就知道你最棒。走，妈今天把芝云轩总店包场了，请你的同学和老师们好好吃一顿。这一生，我不仅救赎了自己，也托举了女儿。我们终于走出了泥潭，走向了那条繁花似锦的阳光大道。今天不仅是芝兰的毕业庆功宴，张律师、几位老员工以及芝兰的大学室友和导师都被我请了过来。今天借着芝兰毕业的好日子，我也想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我打算拿出这3年餐厅利润的30%，联合张律师的律所，正式成立星云助学基金。这个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家庭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学生，不仅为他们提供高考前后的生活保障，还会为他们大学4年的学费保驾护航。多年前，有人试图用一支笔来毁掉我女儿的未来，但今天我要用千千万万支真正的笔，去帮那些真正有梦想的孩子。舒总，您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位胸怀大义的母亲。芝兰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您这样的言传身教。那一天，我的心里无比畅快，我终于彻底走出了上辈子的阴霾。那是苏晴曼5年牢狱生涯，早已磨灭了和苏晴曼以为傲的青春和美貌。看起来活脱脱像个沧桑大妈。手里捏着仅有的几10块钱路费，茫然地走在繁华的京海。巨大的落差感像一柄重锤，狠狠砸在苏晴曼的胸口。曾经，苏晴曼觉得踩死舒云和柳芝兰母女就像踩死2只蚂蚁一样简单。苏晴曼妄图用谎言和身体去攀附权贵，把舒云和柳芝兰踩在脚下。现在，舒云和柳芝兰在云端光芒万丈，可苏晴曼却在泥沼里腐烂发臭。不应该是这样的。后来听说他回了老家，在天桥底下找到了那个因为捡垃圾和野狗抢食的疯老婆子，他亲妈
疯老婆子认不出他，为了抢他手里半个发馊的馒头，他死死咬住了他的手。曾经在考场外联手算计我的母女俩，如今只能在阴沟里互相撕咬。又是一年6月，高考季，天气晴朗，微风不燥。我开着车送几位我基金会资助的贫困生去考场，停在当年那个熟悉的考点门外，阳光依旧像当年那般灿烂。舒阿姨，谢谢您送我们来。去吧，检查好准考证和文件。看着孩子们自信地走进考场，我的思绪不禁有些恍惚。当年那个哭哭啼啼站在我餐厅门口借笔的女孩，早就不知所踪，留下的只有眼前这些怀揣着纯粹梦想、眼底有光的真正学子。妈，实验数据出来了，一切顺利。周末我就能休假回家了。我想喝你炖的排骨莲藕汤，还要吃糖醋排骨。好，好，妈早就把排骨买好了，周末在家做好一桌子菜等你。我抬头看向湛蓝的天空，阳光洒在脸上，温暖而充满力量。命运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坚韧、善良且勇敢反击的人。重活一世，我不仅撕破了那些恶毒之人的面具，保住了自己的餐厅，更托举起了女儿璀璨的人生。属于我和芝兰的阳光大道才刚刚开始。